大家好，我是 Ace。那今天呢，我們來跟大家開場，跟這個五星玩家對五星玩家打這一場比賽。那因為眾所周知啊，通常五星玩家意味着什麼？那除了意味着他打非常多的那些車輪戰之外，那其實啊也是意味着他那個技能啊 ，CD 技能或者是那些英雄的等級都非常之高。那因為眾所周知啊，這個所謂的星星啊，就是那個五星，其實是跟那個你打了多少場的那些車輪，就是那個經驗啊所掛鈎的。就是如果你的經驗累積的越多，那你的那個星星數就越高。那當然，那个主要的計算方法不是這樣算的，那其實是根據那個當時的玩家人數有多少人是達到這個1星以上，就是你當達到這個1星的時候，那你就會進入這個排名制，就是如果你的分數越高，那你的星星數就會越高，就是跟其他人來比啊。那我聽說應該是每100個1星的玩家就會出一個5星的玩家，對，那應該是這樣沒錯。那因為這個是已經是根據我很多年前所聽過的一個說法。那所以的話，通常5星玩家都是這個遊戲裡面那些經驗最多的那一批，對，就是那個打車輪戰啊，打得最多的那一批。那根據我的話，如果你問我最高升到多少星？那其實啊，我最高好像只有升過去2星而已。對，那因為我是一個非常之討厭打車輪戰的一個玩家，那我啦要怎麼升英雄？那其實啊，我好像1年只打1次而已，就是那個周年慶啊的6月份，它會有那個2800的那個經驗加成啊。我通常就會在那段時間打個幾天而已吧。那其他時間的話，我只是在掛機跟這個打這個競技場而已。對，那因為我已經喪失了幾年前玩這個遊戲的那個日程啊，那基本上我現在玩這個遊戲只是會打架。那如果你叫我打這個車輪戰的話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想打。對，那其實啊還有另一個辦法，就是你去氪金買這個50等經驗券啊，把你的英雄經驗拉高，那好像每一個$5左右吧。那我之前有一段時間是非常之沉迷買那個東西，所以說我有些英雄啊是買上去了。所以說的話，你說我是 pay to win， 老實說，你說對，我是某程度上的 pay to win。對，那話不是說，我們回到這個遊戲裡面，那這打這個對手啊，就是那個非常之主流的玩家，又是我們的主流身、主流裝備、主流打法的那種玩家。那打這種玩家其實也是那句用以前對付所有 meta 玩家的一個經驗來對付起來。那所以的話，其實不用那麼擔心。那你可能想說，你剛才不是說通常這種玩家的 CD 都很高嗎？那你還有什麼要提吧？那其實要提的是沒有。對，那因為啊，根據我所知道啊，技能 CD 這種東西是有上限的，就是如果你到達某一個數字之後，那你的 CD 就會到達那個上限，然後就不會變快了。那當然了，那些外掛把自己的那個 CD 拉到什麼400多500那種就令他那種是肯定會變快的。那其實就是一個指數級的那個難度提升了。那所以呢，我直接說上限會讓大家更容易的理解。對，那來到這個遊戲的第2回合的尾聲了。OK， 那直接來到第3回合。那一開始他用這個巫妖啊，那其實巫妖啊也是一隻非常之麻煩的一隻360反應英雄嘛，要我來說，因為對於我操作來說，所有的一些360度的英雄，而且它是用來可以當做主英雄的英雄啊，都非常之難抓到。例如說現在的那個巫妖，或者是很多人用的那個聖獸，也是一個非常之麻煩難纏的一個角色。那我們要做法就直接把它用了貝卡打破防就行了。對，那這邊打破防，然後直接，哎呦可惜，然後直接配這個黑毛 combo， 就給他一套輸出。那可以，那這邊直接用魔導拉起來，然後繼續用殺手再抓。那說的話，這邊就要小心一點了，因為他技能已經好了。對，那因為是加成的關係，那我們直接換反應英雄就行了，因為他 CD 快是因為他有加成，那我的 CD 啊是沒有加成，那我們直接換反應英雄就行了，不用那麼冒險換其他英雄來看技能，因為如果你換完之後沒技能，那你基本上這局就完蛋了，直接可以進入下一個回合。那我這邊的話可以。那我們的打法就是現在就比較傾向用這個盔甲來抓人。OK， 這邊抓到，那他應該是換個英雄啊，我們直接把他噴裝。那也是那句，
如果抓到對面的那個事物，直接給他一套致命的輸出或是致命的打法，那就行了。那就別給對面機會，那這邊就繼續壓着他，別讓他撿那個頭盔。對，準備把他抓住，那基本上就完結了。